退出圈子的赵露思，反转迅速，从女王蜕变为资本角力的恶女。赵露思从网络走红到成为国民小花，与银河酷娱的合作从相互成就演变成利益拉锯。这场205万元的纠纷背后，是流量经济下艺人生存困境的缩影。当资本与个人健康、话语权产生冲突，成名容易守成难的行业难题正等待答案。他在荧幕上把坏女人演得让人又爱又恨，台下却为了200多万跟当年把他捧红的公司撕破脸。赵露思与银河酷娱的这场拉锯，到底是情分断裂，还是利益算计？这个问题比他的新剧更能吸引眼球。赵露思的出道带着明显的网络基因。2014年，一张校服照在贴吧和 QQ 空间里被疯狂转发，那张图给他带来第一波粉丝。多家经纪公司抛来橄榄枝时，他反常地选了刚成立不久的银河酷娱。外界当时以为他在赌运气，事实证明，他押中了资源和人脉。公司创始人有湖南广电背景，1个月后就拿到云峰基金的天使投资。次年参与制作的网综成为爆款。对一个小公司来说，这是稀有的通道和机会。入行不久，他就因为后台关系拿到不少白送的角色，没有试戏的机会，凭人脉上位。慢慢的，他在几部轻成本网剧里频繁露脸，粉丝见面会和流量数据在不断积累。真正让他变成国民小花的是2020年的黑马作品，那部剧把他推到了流量顶峰，公司也从连年亏损一举转盈。有媒体传言，他的身上贡献了公司收入的大头，达到80%左右。公司从养育者变成了高度依赖他的现金机器。商业成功带来的不是单纯的庆祝。2019年，公司面临严重亏损，当年数字显示亏损超7000万，内部矛盾开始暴露。同年，他在试戏过程受挫后，曾遭遇公司人员3小时的辱骂与肢体威胁。那次事件，他选择沉默，痛苦被埋在时间里。等到流量来了，问题却没有消失。利益放大了分配的矛盾，公司想把收益最大化，他则希望有更多话语权和合理的工作节奏。矛盾被反复揉搓成痛点。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于2024年，赵露思出现严重的抑郁与躯体化症状，一度失声，甚至无法直立行走。暂停工作成为不得已的决定。旧事被挖出，网友翻看他的崩溃镜头，氛围软化为大众同情。到了2025年初，团队公开养病日记，他本人也有过情感真露。这波公关赢得了关怀，但也遭遇反弹。有声音指责他卖惨，近300条热搜覆盖他的名字，舆论被推到极端。这种爱恨交织的网络审判和当前粉丝经济的快速放大有直接关联。冲突在2025年8月爆发成公开对峙。他在微博上揭露3件事：公司承诺承担因他停工带来的损失但未兑现，工作室账户里有205万元被公司划走作为剧组赔偿，公司以封杀为威胁，试图接管他的工作室运营权。聚光灯下，双方各执一词。法律的核心争议集中在那笔205万元上。常见的市场逻辑是，艺人因病导致的剧组损失，通常由艺人与经纪公司共同分担。除非有书面承诺显示公司单方面承担，否则口头约定很难在法庭上站稳脚跟。这就把双方拉入了复杂的举证博弈。把这个案例放在更大的背景里看，会发现它并非个例。近2年，监管对娱乐圈的关注度上升，粉丝团体的应援与资本的短平快收益模式频繁碰撞。艺人与经纪公司之间既需要互相成就，也在频繁拉扯权力边界。一个被资本推上顶峰的人，如何在走红后守住底线，
既是个人课题，也是行业难题。赵露思的遭遇折射出流量经济下艺人生存的脆弱性。有一句话值得思考：成名容易，维持难。他的荧幕表现已经完成了形象突破，但现实世界的成人礼远未结束。这场风波不只关乎200多万的去向，更多是在问：当一个人从被捧到掌声稀薄，利益分配该怎样公平？公司管理与艺人健康之间应该有怎样的边界？现在很多人已经不仅在看他的剧，更在看这段关系如何收场。现实提问留给你：在流量至上的时代，艺人如何既保住话语权，又能避免被资本碾压？你认为应当如何平衡艺人的权益与公司的生存？